你们明明那么强，为什么不能早点来？要是你们早点来救我们，我的父母、兄弟、家人、朋友就都不会被蛮人杀死了。都怪你们，是你们害死了他们。该死的蛮人，竟敢假扮我大鱼少女！将军，您这是不是不太好？虽说您背景雄厚，可也不能随便杀大禹子民啊！怎么，蛮族之人不该杀？这些年，蛮人屡屡南下，杀我大禹百姓，辱我大禹女子，罪行罄竹难书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你父亲就是死于蛮人偷袭吧？将军，蛮人该杀，只是这少女，哼！边军与蛮族血战多年，你还不懂他们的狡猾，竟想用苦肉计伪装成我大禹少女，本将一眼就识破了，只恨下手太快，没能好好折磨这蛮族少女，心头窝火。副将心头挣扎，任下人是京都空将，背景雄厚，能力出众，且与他们同生共死，副将不敢为傲，只能沉默。我们憧憬赤峰军，赤峰军忠勇仁义，可不许做这种事啊！良心太难受了。把他的脑袋割下来，送上去领功。老子一个现代男频读者，竟穿越到这狗屎女频世界，还成了女帝替身，受窝囊气，道德绑架我，找死！任国公府偏心贾少爷，女帝沉迷替身文学，这破剧情真是离谱到家了。仔细搜索，绝不能留一个活口。本将军说的不只是蛮人，还有这一家人，多半还有人藏着，给老子找出来！找遇害人家的活口，将军怎么知道有活口？这是要斩草除根。任将军，这是怀庆李家的人，他们该是越境把茶叶贩给蛮族，这是他家常做的事。这次估计带了全族，想让族人长见识，没想到蛮人不讲武德，还好将军英明，没让蛮人得逞。这怀庆李家是官营茶庄，将军，他们是私营茶商，祖辈世代贩茶，在大禹颇有名气。私营？谁允许他们贩茶给蛮族的？难道不知用茶叶钳制蛮人是我大禹国策？将军，陛下登基后要和蛮人永结友邦，就放开了茶叶管控，现在任何人都能去草原贩茶。可笑，蛮人年年劫掠屠戮我大禹百姓，还结友邦。女帝沉迷替身文学，连基本国策都乱改，这女频世界太离谱。任将军，这儿有一个活口。你们是边军，却让蛮人在眼皮底下屠戮我族人，你们这些废物！我们拼尽全力救人，反倒被骂废物，太过分了！你们这群废物，收那么多税银小受，连我李家人的命都保不住，交税有何用？你们就是一无是处的废物，全是饭桶！将军刚杀了那个少女，现在又拿短刀，这是要再杀人！住嘴！你个庶子，竟敢污蔑我边军！快闭嘴，滚远点！你们这群废物，连我家人都护不住，还想让我住嘴？做梦！尤其是你，我要你和我父亲一样被乱刀劈死，还有你，要你和我母亲一样脑袋被砍下来。我要昭告天下，说你们边军都是废物。我要去京城告御状，让你们全给我李家陪葬。还有你，我要你和我妹妹一样被人用枪刺死。不对，蛮人只用弓箭长刀，不用枪，枪是大禹将士才用的。我妹妹怎么会被枪刺死？枪是本将军的，你妹妹是我杀的。现在的蛮人可真不简单，做戏做全套，派了少女戏做，还特意配个哥哥，不可小觑了。什么？我妹妹是他杀的？你们边军怎么敢杀大禹子民？赤峰军都是爱民的，你们怎么不一样？骂啊！怎么不骂了？不是要昭告天下告御状吗？一介蛮人戏作，装的还挺像。任将军，李公子应该知错了，他年纪小不懂事，咱们还是饶了他吧。既然副将求情，我就给你一个面子。将军英明。将军，您这是何意？选吧。这是将军给你的一线生机，还不快选？愣着干什么？肯定选这堂，选刀必死，选这堂才能活。不对，这个将军和其他边军不一样，会不会选这堂反而会死？将军，您是要让李公子选这堂吗？我选这堂。选这堂，证明你城府极深，断不可留。我选刀，我要选刀。选刀，证明你有杀心，断不可留。我两个都选。两个都选，证明你贪心不足，断不可留。那我都不选。都不选，证明你天生反骨，照样断不可留。将军这是故意的吧？不管怎么选都没有活路啊！
将军这操作太绝了，这李公子根本逃不掉啊！时间差不多了，还不选？既然你不选，那本将军可就不等你了。本将军念你不义，给你一线生机，可你却不珍惜。边军再宽厚，也不能一再被挑衅。今天只好送你上路了。打扫现场，收拾财货，尸体铺于野，准备回营。是，将军。父亲、娘亲、哥哥、姐姐、姐夫，边军可恶，比蛮人还要可恶100倍。而长大以后，必为你们报此血海深仇。我李家在蛮族有根基，我这就去蛮族，将家产全部献给蛮族大王子。等我长大，必率蛮人大军南下，将所有边军统统杀光，把他们做成粮，让他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谁在那里？本将军就说，怎么可能没有真正的主角？藏得可真深啊！20多个经验丰富的边军，一寸一寸细细搜查，竟能把你硬生生漏掉，也真是离谱。你想干什么？别怕，本将乃是北疆守将，一生以守护大禹子民安全为己任，除了对蛮人外，轻易不会动刀。你是蛮人啊？这身上还带着蛮人的头饰呢。哎，你一个蛮人少年，正当放牧骑马的年纪，何苦来我们大禹境内刺探情报呢？不过本将军深知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念在你年少懵懂，这一次就饶了你吧。等下次再见面，本将军可不会手下留情了。好，这一次侥幸活命，等日后我必先拿你这个边军守将开刀，为族人报仇雪恨。好巧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我上次说了，等再一次见面，本将军便不会手下留情了。你是乖乖就范呢，还是要本将军动刀？看来是需要本将军帮你一把了。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。你的蛮人系做姐姐下去了，你的蛮人系做哥哥也下去了，你的蛮人父母兄弟族人都下去了。这天底下徒留你一个人孤苦伶仃，多难受！本将军素来愿意成人之美，乖听话，把头伸过来。本将军手很稳，刀很快，不疼的。疯子，他就是个疯子，我必须逃出去。草，这绝对是主角！受伤老马跑这么快，几岁孩子能凌空上马？女频世界真离谱！还好老子早有准备。好，这么完事吧？匕首直接刺入心脏，都他妈一丁点不受影响。镜面人是吧？幸好老子还有准备。这尼玛都不死，心脏没长在左边，也没有长在右边，莫不是长在脚底板？卧槽，真尼玛离谱！今夜必须将这少年干掉！我说的，就算是耶稣来了，也拦不住。萧姑姑，有个人摔倒了，是个小孩子，才10岁左右的样子。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？唉，罪过，他还这么小。来人啊，将他扶回我的马车内，好生照料。萧姑姑，看这个孩童的装束，应该是蛮人。蛮人可是我大禹的敌人。那又怎么了？岂不闻上天有好生之德？他不管是蛮人还是虞人，都只是一个小孩子。萧姑姑心地善良，难怪陛下宠爱您，也只有您能教出心怀天下的陛下。是谁心肠如此歹毒，连个孩童都不放过？萧姑姑，看这短刀的制式是边军特有的，上面还有印记，应该隶属于山河城的边军。赤峰军应该不是赤峰军，而是赤峰军的附属。那和赤峰军有何区别？这群边军下手狠毒，一丁点仁慈之心都没有，活该楼儿下旨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小公子，我怕我在这儿呢，我护你周全，你只管安心休息。今天就算是北疆20万大军追杀来了，有我在，他们也绝技不敢动你。你这条命，我萧姑姑保了。宫里的车队，难道他们救了那蛮人少年？女频世界真没逻辑。本将追杀蛮人至此，敢问诸位可曾见过一个受伤的蛮人少年？约莫10岁，浑身穿着华丽蛮族服饰。我乃上宫令，你是何人？萧姑姑，女帝心腹，她怎么来边关了？不管了，先要回少年。原来是上宫令大人，在下山河城游击将军任虾仁，甲胄在身，不便行礼，还请见谅。敢问大人，可曾见过那受伤的蛮人少年？见到了，他就在我车内。烦请大人将他交于属下。交给你干什么？当然是杀掉蛮人，留着避害大禹，难道要留着他们入侵吗？哼，你敢？他只是个10岁孩童，你追杀他已十恶不赦，还想斩草除根？他是个蛮人，蛮人也是孩子。今天有我在，你休想动他一下。
你是任虾人，原来是任国公府弃子，被赶去苦寒之地，还被陛下鄙薄，真是咎由自取。赶紧滚开，好狗不挡道！骂前身与我无关，可这蠢货死保少年，那少年是主角之资，今日必处。得罪萧姑姑虽麻烦，但总比被主角盯上强。今天必须杀他！家族弃子，安敢挡道？再不滚开，休怪我们不客气！哼，实话告诉你，我此行无兵马跟随，就算打断你双腿，也没人作证，陛下也只会信我。哦，你是说就你们这些人没带其他人？不错。你怎么不早说？任虾人，你放肆！假释，把他绑了，打30板子。任虾人，你敢抗命，也要造反不成？超一流战将的实力，你们也配挡？没人跟着你，你还敢这么嚣张？你敢杀朝廷命官，不怕连累任国公府，连累九族吗？萧姑姑，你不是说没人作证吗？我任虾人守北疆，忠君爱国，怎会造反？是这蛮人恩将仇报，毒死你们，意图毁尸灭迹。脑袋没了，这下总死透了。女频世界太离谱。这是蛮族大王子的赏赐之物，李家居然和他有关系。李家是大王子的人，却被蛮族追杀，难道蛮族有内乱？吕地要灭了赤峰军，我没看错吧？圣旨居然要杀赤峰军。赤峰军主帅林毅谋逆，麾下7万部众一律诛杀，一个不留，还要沿途军马协力绞杀，私放者满门抄斩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这些罪名空洞无物，根本没有具体缘由，居然要屠尽7万精锐，这女频世界太癫狂了！赤峰军是北疆主力，没有他们，谁来挡蛮族？这么的离谱到家了！大禹1年税收才5000万两，组建赤峰军就花了3500万两，说杀就杀。杀了赤峰军以后，谁还敢忠于大禹？蛮族一旦入侵，帝都必破，我们都得成刀下亡魂。不好，赤峰军被屠，我们这些依附赤峰军的边军，萧明昭绝不会放过我们。萧明昭这脑残，连赤峰军都敢屠，我们这些小虾米，他更不会留情。老子才穿越几个月，绝不能白白送死。反了，还要我们死，我们就反给他看。必须尽快找到部下，谋划对策。哎，任将军怎么还不回来？不会又惹出杀戮了吧？任将军杀蛮人还好，可总杀愚人，回去怎么汇报啊？不管怎样，我们不能出卖将军，他战场上都肯为我们挡刀。可将军这样行事，我们以后还能跟着他吗？冰月上的血还没干，将军又杀了不少人。任将军，那李家人，你李家蛮人已被我杀绝，这就是那李家少年的脑袋。任将军，这还顺手杀了几个包庇他的人，其中就有皇宫的萧姑姑，这是传旨令牌。任将军，你怎么敢杀萧姑姑？那是陛下最宠信的人，要屠九族的呀！将军，你害苦我们了，我们的九族也保不住了。急什么？我还从萧姑姑身上搜到了这份圣旨，你们自己看。什么？陛下要屠戮赤峰军7万部众？不可能！赤峰军忠君爱国，戍守边疆，陛下怎么会杀他们？圣旨上说赤峰军抗亡命，肃国策，他们明明拼尽全力挡蛮族，怎么就抗命了？赤峰军是我们的信仰啊，陛下怎么能这么狠心？从萧姑姑的行程来看，圣旨已经传完，赤峰军大概率已经被坑杀了，7万忠魂埋骨异乡。朝廷无道，女帝荒唐，赤峰军这样的忠臣都要杀，我们跟他拼了！反正也是死，不如反了，替赤峰军报仇。朝廷无道，女帝荒唐，更杀忠臣良将，这样的大禹还有什么值得效忠的？不如反了！你们可愿意跟着本将反了他妈的？反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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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那就反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不再为荒唐女帝效力，只为自己，为赤峰军忠魂而战。等着是死，反了也是死，那就反了。造女帝的反，造这癫狂世界的反。立即收拾行囊，随本将返回大营。7万赤峰军忠魂不能白死，军中好汉绝不会坐视不管。所以，大营有800弟兄，皆依附赤峰军。得知赤峰军被屠，必定人人自危。只要说透利弊，他们定会跟我反。怎么这么慢？我军啥时候变得如此拖沓了？是
申将军，赤峰军被诛杀了。军内已经知晓此事了。斥候探到山河关外，大火滔天，赤峰军被京城禁军屠杀多日，已经完了。果然如此，虽痛心，却也省了劝说的功夫。大营内必定已是人心惶惶。天野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快跟我去见张将军。赤峰军被陛下下旨屠了7万弟兄，没死在蛮族手里，却死在自己人刀下。咱们和赤峰军交好，绝无好下场，必须尽快拿主意。我知道了，先去见张参将。我已召回各路游击将军，就等你了。800弟兄的命全在咱们手里。天爷也回来了，太好了，你最有主意，等会儿一定要多收拾。赤峰军是咱们的兄弟，就这么白白死了，陛下这是要逼死咱们。诸位，这是我从萧姑姑身上搜到的圣旨，赤峰军被屠是女帝亲笔下令。真的是女帝下的旨，她连赤峰军都敢屠，咱们迟早是下一个。张参将呢？这么大的事，他怎么还不出来见我们？诸位将军息怒，张将军因夫人不吃饭闹脾气，心情不好，暂时不便接见各位。夫人不吃饭算什么事？再耽搁，咱们都得死！快去禀报张参将。哼，行军还带夫人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儿女情长？再不见我们，我们就闯进去了。诸位将军稍等，末将这就再去禀报。滚出去！夫人不吃饭，我的天都塌了，哪有心情处理军务？都给老子滚！参将，此事关乎800弟兄性命，还有数千家人的安危，你不能再耽搁了。特么的，那女人就是个祸患，当初就不该让她随军。天野，你快去劝劝张参将，你有任国公府背景，他或许会听你的。对啊，天野，兄弟们只能指望你了。对啊，天野。王明，敢不敢跟我去夫人营帐走一趟？尹将军，众将军都在求张参将，咱们不去求情，去夫人营帐做什么？求情没用，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。张参将不见我们，就从他夫人身上找突破口。若是去了夫人营帐，不是求情，而是要做些过分的事，你敢吗？属下愿将性命相托，将军下令，属下万死不辞。好样的，关键时刻不含糊，这才是能共生死的兄弟。好，你去召集几个弟兄，要敢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，信服我的，随我去夫人营帐干一件大事。遵令，属下这就去办。走，绕开主营，去张参将夫人营帐。张威怕人偷窥夫人，不设护卫，倒省了我们不少麻烦。嗨，哪里来的大头兵，敢闯禁地，是想挨将军鞭子吗？王明带5人跟我进去，其他人留下清扫战场，剪除所有羽翼，不留痕迹。遵令。外面闹什么？不知道夫人在气头上吗？活腻歪了！留他一条命，一会儿要派他去报信。敢乱动乱叫，妄图报信，老子立刻开死你！王明平时心软，关键时刻却不含糊，果然是能共生死的兄弟。敢大叫一声，老子砍死你！我不敢，你们是要造反？我等忠心耿耿，怎会造反？只是替张参将来劝劝夫人消气罢了。现在夫人气消了吗？哼！张伟好大的胆子，我下嫁给他也是给足脸面，他竟敢这么对我。妾身不气了，妾身真的不气了。可我看夫人满脸怒意，连个笑容都没有，哪里像不气了？左边，我笑。右边，将军莫大了，妾身一定笑好看点，一定笑好看点。不够真诚，左边。这才像话，看来夫人是真的不气了。张参将背景深厚，军功赫赫，怎么娶了你这么个低贱商人之女，还天天哄不好？妾身错了，妾身以后一定好好伺候参将，再也不敢乱发脾气了。好消息得告诉张参将，让婢女去通知他，就说夫人知错了，让他来看看你改过自新的模样。他要利用我引张威来，张威一来必死无疑。夫人若是不肯，我就用这刀给夫人画个永远消不了的笑脸，张参将定然欢喜。我去叫，我这就叫张威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请老爷过来。请这位姑娘去一趟江营，远远跟着她，若敢耍花样，就回来帮夫人画笑脸。遵令，敢逃离我的视线，敢耽误大事，我一箭射穿你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收拾好脸，笑着去请，快去。老爷，夫人不生气了，她说她知道错了，请老爷过去一趟。张威，你来了就别想走了，800弟兄的性命该做个了断了。张威，你可一定要带侍卫来，不然我们都得死。夫人不生气了，太好了，
张参将这下总该出来商议大事了。快禀报张参将，夫人消气了，让他速来议事，事关800弟兄性命，耽误不得。夫人真的不生气了，还知道错了。是夫人不生气了，请老爷过去一趟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张参将，你站住！现在大事要紧，你不能再去陪夫人了。这样的参将，就算商议也没用，难道我们真的只能坐以待毙？夫人，夫君我来了。虽然紧张，但下手还算精准，正好留他一口气要兵符。兵符在哪儿？苏姐，你为什么骗我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我问你，兵符藏在哪里？苏姐，你说话啊！你是不是心里还有宋万？你从来都没爱过我，对不对？这些年的情爱，终究是错付了呀！卧槽，这恋爱脑没救了，都快死了，眼里只有情爱，压根不提兵符。问他兵符在哪里，敢不说我就对你不客气。夫君，你把兵符交给任将军吧，求你了。居然替外人说话，我在你心里连个外人都不如吗？吉儿，我爱你入骨啊！够了，老子让你要兵符，不是让你谈情说爱。王明，把这个女人扒光，让兄弟们排队，今天就用她犒赏3军。遵令。不要，人吓人，不要动我娘子！我告诉你，兵符在哪里？早说不就完了，磨蹭蹭找死！兵符到底在哪儿？兵符有我的亲兵把守，你拿我的腰牌去要，他们就会给你。你耍我？兵符如此重要，仅凭腰牌就能拿到？没有耍你，夫人经常拿兵符把玩，每次我都让亲兵提腰牌给他，不给就鞭笞他们，他们不敢不给。疯了，兵符是把玩的东西吗？这800弟兄能活下来，真是奇迹。带着那个婢女去取兵符，盯紧他，敢耍花样，当场斩杀。遵令，将军。亲军何在？将军有令，妇人要把玩兵符速取来交于我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兵符是御赐之物，岂能给妇人把玩？张参将居然拿兵符当闺房玩物，置我等性命于不顾，太过分了。众位兄弟，张参将靠不住，咱们只能自己拿主意了。我看不如联合其他边军上书，逼陛下收回成命。不妥，陛下连赤峰军都敢屠，怎会怕我们？不如上山当强盗。皇上，咱们出生入死挣来的功劳，岂能说丢就丢？不如找靠山投奔。兵符到手，800弟兄就攥在我手里了。接下来该干大事了。将军，兵符已取来，请查验。好，从今日起，800弟兄听我号令。果然是兵符。有了这兵符，800弟兄就归我统领，终于可以起事了。神虾人，兵符给你了，你放了我和夫人，我绝不干涉你。糊涂，杀了你，兵符照样归我。跟着本将去见众游击将军。是，将军。天野，你可算来了。张参将靠不住，兄弟们正商量下一步怎么办，就等你拿主意了。啊，对，你最有主意，兄弟们都服你，快说说该怎么办。众位兄弟，你们讨论出什么结果了？哪有什么结果？老张说联合别部上书，老刘说找靠山投奔，老王说向陛下求情，各执一词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你们的想法都是委曲求全，可你们想过吗？联合别部怕清算，当强盗怕绞杀，投奔别人怕鸿门宴，求情更是把脑袋送上门。我们已是鱼肉，人为刀俎，就算不死也得提心吊胆一辈子。这样的下场，你们愿意接受？八蛋，实在不行就投降蛮族，老子就不信没有容身之所。天野，你既然这么说，肯定有主意，兄弟们跟着你干。对，天野，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们都信你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搏一场泼天富贵。大禹做了800年江山，也该换个人了。反了，反正也是死，不如搏一场，总比被女帝坑杀窝囊强。反了，这样的大禹不值得效忠，咱们自己建个新王朝。兄弟们都信你，天野，你当咱们头领。末将孙祥拜见大将军。本将军已斩杀张参将，兵符在此。诸将随本将雷动战鼓，号召全军。拜见大将军。擂鼓。各位兄弟，7万赤峰军在山河城外被晋军烧死斩杀，几乎无一生还。那是7万个咱们的兄弟啊！狗娃子，教你本事护你周全的赤中军武长王叔也死在了这场浩劫中，你能忍心吗？王叔还死得好惨呐！赤峰军曾舍命救咱们，补助咱们，咱们以身为其附属为荣。如今他们含冤而死，咱们能坐视不理吗？能甘心吗？不能！
女帝能杀赤峰君，也能杀咱们。咱们死了，媳妇被人欺，儿女无依靠，父母无人养，你们甘愿吗？不甘愿，不甘愿，不甘愿，不甘愿！我等该怎么办？反他娘的，反了，反了，反了！我等不是造反，是清君侧，为7万忠魂，也为我们自己证明。张威已死，我为主将，愿随我讨回公道者，我以兄弟代之。你们愿意追随吗？愿意追随将军，万死不辞。各回各营，收拾行囊，饱餐一顿。不日本将领你们清君侧。清君侧，清君侧，清君侧。大事已定，800弟兄归心，接下来便是闯出一片天地。王明，属下在。你和老张各领一队人马，将张参将的清兵全部打散，分入各营，遭遇抵抗，格杀勿论。打散清兵，既可用其战力，又可防其作乱。等事大之后，他们便再无退路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从游击将军到义军首领，看似荣耀，实则步步惊心。造反之路才刚刚开始，绝不能松懈，必须尽快为兄弟们找一条出路。朝廷大军随时会来围剿，迟一步就是死路一条。大将军，兄弟们已准备就绪，随时可以开拔。咱们下一步去哪？直接奔京城去，杀了那女帝。你疯了！咱们就800人，去京城就是送死，不如先去附近州府劫掠，补充军资，召集人手。对，先劫掠州府，壮大队伍，再做打算。不行，北境州府雄兵把守，我们打不过，南下一取却易被合围，且天下成平，没人愿意投奔我们这无名之师。眼下唯一的出路是找一处城高墙厚、易守难攻、军需充足的地方安身，待天下变乱，再伺机出兵。大将军说的对，我们听你的。该找什么地方？要找一处能支撑数月围困、易守难攻的重镇。大将军，那样的重镇都有重兵把守，咱们800人去攻打，无异于飞蛾扑火。800就800，只要操作得当，800人照样能拿下熊城。3人为重，咱们800弟兄足够了。大将军，你说打哪里，咱们就打哪里。要不打山河城？不行，山河城有20万禁军驻扎，咱们去了就是肉包子打狗。目标是云锦城，它是北境重城，与山河城互为犄角，驻军仅几千，且富户众多，因不在主通道，渐被朝廷遗忘，正是绝佳去处。好，就打云锦城，拿下它，咱们就容身之所了。好，就这么定了，攻打云锦城。你们这是什么表情？有话就说，别藏藏掖掖。大将军，云锦城守将是展叔柏啊。展叔柏怎么了？他是良将，你们畏惧他？糟了，忘了展叔柏和我一样，都是女帝的替身，他们居然以为我要报复苏叔柏，搞替身之争。老子不管他是展叔柏还是展书谦，他是云锦城守将，挡咱们的路就必须拔除。咱们有2大优势，一是没人知道咱们反了，可伪装身份；二是赤峰军被屠的消息可加以利用。王明，属下在。抽调100弟兄，200匹战马，以最快速度去我斩杀蛮族少年的地方，取回萧姑姑留下的马车和宫中物件，不惜一切代价。属下即刻出发。军中有人会伪造圣旨吗？有，苏锦以前爱雕刻，张三将专门请了一个匠人，就在军中。立即把匠人找来，让他伪造一份圣旨。另外，苏锦本家是云锦城的，让他公述云锦城的详细情况，补全消息缺口。诸位，计策已定，我伪装成传旨队伍，骗开云锦城城门，你们带人身后埋伏，听到鸣笛声，立即冲杀进城，与敌军相战。此战遵命。这2日，你们务必鼓舞士气，约束军纪，待准备就绪，直奔云锦城。是。大将军，要不我卜个卦，看看此行吉凶？卜什么卦？卦象不吉就不打了，咱们800人照样打爆云锦城。我卜的是吉卦呀，手工就这么没了，太冤了。今日咱们800人直取云锦城，要么拿下城池，要么马革裹尸，没有第3条路可走。出发！拿下云锦城，马革裹尸，在所不辞。陛下有旨，宣云锦城守将展叔柏接旨。是陛下钦差，快请示詹将军。钦差大人在上，属下拜见。正值门禁，暂不能开城，请大人稍等，待请示詹将军后，即刻开门。瞎了你们的狗眼，看不到本大人是陛下钦差，安敢阻拦传旨，速开城门！钦差大人恕罪，云锦城城规甚严，属下必须请示将军，方可夜间开城，请大人谅解。糟了！出其不意的计策要落空，等展叔柏到来，守军惊醒，800弟兄埋伏就白费了，迟则生变。本大人星夜奔驰，事关重大，片刻耽误不得。尔等小小兵卒，敢阻圣意，耽误大事，陛下定斩你们9族。陛下，
臣已将云锦城守得固若金汤，你该允臣回京城陪在你身边了。臣想你了。将军，陛下派人送圣旨来了，是京城的队伍，有令牌和凤凰标志。陛下看到臣的功绩，来接臣回去了。这人就是展书白，同为女帝替身，怎么一点都不像？也就外形勉强有几分相似。真虾仁，怎么会是你呢？你一个被陛下舍弃的替身，凭什么代陛下传旨？陛下都没给我传旨的殊荣，凭什么给你？你哪里比我强？又是个恋爱脑，正好可趁机刺激他寻找突破口。有什么不可能？仪仗、令牌、圣旨俱在，难道是假的？实话告诉你，我和陛下的亲近远非你能比。你撒谎，陛下早就放弃你。你敷衍生命，是个废物，陛下怎么会和你亲近？越激动越好，只要他乱了阵脚，就有机会。不可能，陛下不会这样对我。还嘴硬，陛下赐你死，你勾结赤峰军，陛下早已下旨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不可能，陛下杀赤峰军是因为主帅反对他成婚，我从未反对陛下，他怎么会赐我死？我只想当陛下身边不吵不闹的小三，陛下不会杀我的。离谱！7万赤峰军被杀，就因为反对女帝成婚，这展书柏还甘当小三，简直刷新下限！哼，你说无勾结就无勾结，是怀疑陛下的判断，大逆不道，要么自负，要么本钦差动手。是你蛊惑陛下，你想剪除我这个对手，取代我的位置，妄想！在陛下心中，我永远是小三，你最多只能是小四，我永远压你一头。压我一头？陛下亲口跟我说，你就是大树挂豆芽。不对。陛下怎么会这么评价我？我不是豆芽，你就是豆芽。哪个女人会喜欢豆芽货色？识趣就就地自裁，否则我就把这事传遍全国，让所有人都知道陛下不喜欢你。我不是豆芽，我要去京城见陛下，亲口告诉他。这么容易就跑了？早知道这样，还用费那么多心思？展书柏罔顾圣命，弃城而逃，十恶不赦。云锦城不可无主，本钦差暂代守将之职，速开城门。还不开门？难道想抗旨？兵不血刃就拿下云锦城，这大鱼的恋爱脑倒是帮我大忙。王明，属下在。去通知孙祥带800弟兄进城，云锦城已是咱们的了。另外派几人追上展书柏，就地解决。是将军。大将军去了这么久，不会出事吧？怎么还不发信号？他若出事，咱们就成一盘散沙了。哼，都怪你，当初让我占卜，也不至于这般忧心忡忡。那是谁？怎么从云锦城出来了？像是展书柏，我和他有一面之缘，事情错不了。他怎么跑了？展书柏把云锦城当命根子，怎么会在大战前弃城而逃？太蹊跷了。王明，大将军怎么样？城门天开了吗？展书柏怎么跑了？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。大将军兵不血刃拿下了云锦城，大将军乃真命天子啊！什么？就这么拿下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真想看看展书柏回过位，还有去京城见女帝时的样子。可不是嘛，估计得哭着承认自己是豆芽，再交代丢了云锦城。大将军有令，派人追杀展书柏。我来安排，派10个剑术好手，远距离袭扰，一击必杀，切不可靠近。大人，城内共有7000士兵，花名册在此，请大人钦点。喜的是人马扩张10倍，忧的是这7000人离心离德。若喊清君侧，恐生哗变。孙祥、张氏，你们随我安排事宜，再去将云锦城中高层将士叫来。是，大将军。山河城外的大火，你们或许已知晓，7万赤峰军全军覆没了。边境将乱，本钦差下3条命令，你们听精切了。其1，封闭城门，截断所有通讯，只许进不许出。其2，成立纠察队，携陛下令牌日夜巡视，图谋不轨者立斩无赦。其3，全城进入战时状态，军械粮草统一调配，领取物资须凭本钦差手令。最后1条，云锦城所有将士薪俸翻倍。谢大人。军需官何在？属下在。把军需账册拿来。云锦城普通士卒月俸才500钱，还用鸡鸭草药抵扣，朝廷规定的可不是这个数。薪俸差距如此之大，莫非是你们贪墨了？从实招来，否则军法伺候。大人冤枉，属下不敢贪墨，缺口都是被展将军调用了。展书柏，他调用这些钱做什么？展将军为讨好女帝，下调将士薪俸，强迫将士多劳作，强征百姓修城墙，怨言者轻则打骂，重则砍头，补贴全被他挪用。原来不是良将，是个酷吏，拿将士尸骨当政绩讨好女帝，真是离谱。
斩书柏该死！本钦差下令，所有忠心于我的将士，金凤按赤峰军标准发放。属下替7000将士谢大人恩情。去吧，尽快落实。咱们这800弟兄，金凤也翻倍，各项补助优先供给。谢大将军。不过云锦城府库的东西，你们可随意挑选，无需登记。谢大将军。收拢了人心，掌控了军权，云锦城就是我造反的根基。将士们所求不过先奉翻倍，便愿倾心卖命。这般赤诚，那些上位者却视若草芥，天下怎会不乱？第一步还算顺利，该庆祝便庆祝，但绝不能掉以轻心。云锦城有7000将士，他们与咱们不同心，若处置不当，我等800人随时可能葬身刀下。现在重中之重是坚决执行我的政令。我一手大棒，一手胡萝卜，能收服不少人心。但斩书柏的就不曾想特权，回过未来必不甘心。你们务必严加防备。遵大将军令。时间不早了，都按议定的方案行事吧。是。报，大将军，有急事禀报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派你们去斩杀斩书柏了吗？将军恕罪，属下无能，没能斩杀斩书柏。他武艺超凡，即便神志不清，也躲过了我等暗箭，还用石子击伤了几位兄弟。万幸他无甲无功，我等才得以保命。他的战马被抽打得口吐白沫倒地，无法追赶我们，可他却突然折返，如今已不知踪迹。大将军，斩书柏武艺竟如此强悍，我再派100人前去，定能取他首级。他反应过来又如何？云锦城如今在我手中，他翻不起什么风浪。但他在云锦城经营数年，根基深厚，他一回来必定生乱。你们速去掌控那7000士兵，唯有军心归主，这云锦城才算真正属于咱们。参命。感谢钦差大人，这辈子从没领过这么高的薪俸，和赤峰军待遇一样啊。要是钦差大人能一直当咱们的守将就好了，以后日子就有盼头了。凭什么撤我督察队的职务？只给我发2.5两银子，老子以前月俸5两，直接少了一半，你是活腻歪了？怎么嫌薪俸少？这是钦差大人定下的规矩，谁敢违抗？小人不敢。最好是真心不敢。谁再敢违抗钦差令，休怪我刀下无情。这点银子根本养不起小莲和儿子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虎哥哥，这薪俸怎么少了这么多？难道是我惹你不快，你去喝花酒了？都怪小莲没能让你欢喜。休要胡说，是新来的钦差撤了督察队，我如今和普通士兵一样，只能领这么，而且以后也只能是这个数了。爹没本事就不配当我爹。虎哥哥，你别生气，孩子不懂事。你是斩将军都夸赞的虎将，怎么能和普通士族一样修城墙、挖护城河，受这般折辱？你有大本事，斩将军能看中你，新钦差凭什么不能？你为了我，为了咱们的儿子，该去争回属于你的一切啊！是啊，斩将军在时，我是督察队虎将，凭什么新钦差就敢压我？必须联合兄弟们讨回公道。小莲说的对，我王虎岂能受这种羞辱？我这就去找旧部兄弟，他若不恢复我的待遇，我便让他知道强龙不压地头蛇。光一个玩具就2两银子，这点薪俸根本不够，必须干，一定要干。新来的钦差人虾人，撤我督察队，削我薪俸，分明是想夺云锦城兵权，打压斩将军。我们深受斩将军大恩，绝不能让他受委屈，绝不能让任虾人得逞。去找叶夏银讨说法，他不恢复咱们的待遇，咱们就罢工罢手，让他知道咱们云锦城旧部的厉害。对，他们才800人，咱们500多，害怕他们，一定要让钦差恢复待遇，替斩将军守住云锦城。请钦差大人给我等一个公道。我等为云锦城呕心沥血，才换来城高墙厚，你却无故削我等职位，必须给我等解释。斩将军才离开几日，你便如此行事，置斩将军于何地？恢复我等待遇，向斩将军道歉。将军府大门打开，副将王明大步走出，目光扫过众人，确认无刀兵后，稍松口气。诸位，聚众闹事不可取，有诉求可上诉公堂或私下来找我，莫要自误前程。甄将军的安排自有深意，你们切勿一意孤行。王明的劝阻反倒激起众怒，叫喊声愈发震天。王虎趁机在人群中挤动，想要冲到前排。我们只是讨公道，何来闹事？不给我等道歉，不恢复待遇，我们就罢工，让云锦城天翻地覆。
人下人出来道歉，向我等道歉，向斩将军道歉。王明面露怒气，不再劝阻，持刀守在府门前，严禁众人闯入。这姿态更让旧部叫嚣不止。府内传来轻缓脚步声，人虾人一身素袍缓缓走出，未穿甲胄，神色散漫，却自带威严。钦差大人，不想云锦城乱套，就给我等和斩将军道歉，赶紧提高我等待遇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说得很好，本将军记住你了。王明聚众闹事，以下犯上，威胁上官，按律该当何罪？禀将军，按大禹律法，为首者斩立决，为从者绞监候。既然如此，执行吧。20余名轻兵持硬弩从府内冲出，四周数百披甲将士迅速围拢，皆持硬弩，全是人虾人的800嫡系。哼，吓唬谁？我们500人，你敢动手？就算斩将军在，也不敢伤我们分毫。王虎话音刚落，剑雨骤落，旧部前3排士兵惨叫倒地，鲜血染红地面，现场彻底死寂。王虎面色惨白，双腿一软跪倒在地，浑身发抖，脑袋拼命磕向地面，额头磕出鲜血。大人饶命，小人错了，小人再也不敢了。是小人的小妾小莲蛊惑我，与我无关了。是他蛇蝎心肠，逼我联系众人闹事，小人本不敢反抗，求大人开恩。哦，原来还有幕后主使。王明，怂恿者该当何罪？禀将军，怂恿者与主犯同罪，斩立决。来人，把他那柔弱不能自理的外室给本将军请过来。是。大人，小人已供出主使，求大人宽恕小人一条狗命。那是自然，刀快些，让他少受点苦。士兵手起刀落，王虎人头落地，鲜血溅起，众旧部吓得瑟瑟发抖。笔者全部打入大牢，秋后问斩。剩余旧部纷纷跪地求饶，被士兵反绑押往大牢。2名亲兵带着小莲和柚子赶到现场。大人饶命，不是小莲蛊惑的，小莲是弱女子，被王虎非打即骂，根本不敢反抗，这都是王虎自己的主意。王虎，你害死我了！当初你强我，如今又聚众闹事，你走了，我们娘俩可怎么活啊？娘，爹爹死了正好，你不是一直嫌他挣钱少吗？再找一个就是了。胡说，在外人面前要维护你爹爹，不许乱说话。柚子心生不满，捡起一块石头，猛地朝人虾人扔去，神色愤怒。你这个坏人，杀我爹爹！我要快长大，带兵杀了你，把你碎尸万段。大人恕罪，他还是个孩子，童言无忌，求大人莫要和他一般见识。你挑唆王虎聚众闹事，该与他同罪。你儿子挑衅本将，按律也该当斩。本将军有个原则，从来不杀女人和孩子。小莲面露喜色，以为逃过一劫，正要继续装柔弱攀附，却被人虾人打断。可惜啊，你不是孩子，你的儿子也不是女人。来人，斩了！士兵上前，小莲吓得面无人色，瘫倒在地。柚子哭闹不止，刀光一闪，2人应声倒地，现场恢复平静。将军，叛乱已平，余孽已押往大牢，现场已清理完毕。传令下去，加强城防巡查，安抚城中士卒，再有闹事者，格杀勿论。遵令。大将军，遵你指示，聚众闹事的主谋已全部调到军营前示众，从者尽数押入死牢。大将军手段之狠辣，今日又让我震撼。戍边数十年，这般雷霆手段，我从未见过。外面情形如何？众人莫敢不服，500人闹事，34人当场被杀，余者秋后问斩。这般威慑，谁敢有二心？跟着这样的主子，何愁大事不成？服气就好，这些人服气了，咱们的队伍才算彻底壮大。如今手握近万士卒，或攻或守，总算有了本钱。不过要让云锦城众人真心追随，还差最后一步啊！大将军还差什么？逼他们反，他们现在只是畏惧服从，未必肯真心造反，得推他们一把。本来此事不急，等咱们与朝廷大军对峙，他们不反也得反。可我收拾将军府时有了意外收获。大将军，什么收获？我来北疆不过3月，对北疆局势不如你熟悉。我问你，蛮族内部下一代掌权者是谁？自然是蛮族大皇子，他是钦定的下一任大汗，手握重兵，支持者众多，勇猛有志气。赤峰军当年都是他为北疆大敌，之前与咱们厮杀的也都是大皇子的人，只有他才会频频派小股蛮人入侵中原。你错了，前些日子与咱们交手的不是大皇子的人，而是蛮族3皇子的人。更准确的说，是3皇子派来刺杀大皇子势力的人。蛮族3皇子，属下从未听说过，还以为是早夭的皇子。
怀庆李家与大皇子交好，却被蛮人灭门，当初的疑惑，如今总算有了头绪。蛮族内乱不远了，苏锦，奴婢参见大将军。没了张威护着，倒也乖巧懂事，任劳任怨，比之前做天做地强多了。看看这些，任虾人将书信递给孙祥，孙祥接过翻看，脸色骤变。什么？女帝居然指使斩书柏勾结蛮人？蛮人是我大鱼大敌，多少将士埋骨沙场，他怎能如此？看完再说。女帝让斩书柏相助三皇子，伏击大皇子的人，难怪近来蛮人频频入境。可他到底是什么用意？女帝的用意暂且不管，重要的是斩书柏勾结蛮人，有书信为证。你说云锦城守将勾结蛮人，这7000士卒会不会被牵连，被扣上通敌的罪名？属下明白了，只要将书信掐头去尾，公之于众，7000士卒走投无路，只能倒向咱们。这些已经处理妥当，你派人贴到军营各处，务必让所有将士都看到，再派些人制造恐慌，就说赤峰军7万忠魂只因不听军命便被屠杀，这7000有通敌嫌疑的士卒下场只会更惨。属下必定办好。只是我不解，这三皇子无名无势，女帝为何要扶持他与大皇子相争？属下也不解，大皇子根基深厚，其他皇子皆有过人之处，唯独这三皇子从未有过记载。将军，妾身知道一些。你知道，说说看。三皇子的母亲是蛮族老皇帝酒后与番邦女子所生，自小不得宠，一直在各国为质，如今因是回来了。他生母是哪族女子？听说是倭人。好家伙，一半蛮人血脉，一半倭人血脉，仇恨值倒是拉满了。将军，妾身有一法可解将军军资匮乏之困，不知该不该说？说。苏家是云锦城大族，世代经商，银钱无数。若将军愿娶苏家女子为妻，苏家必助将军解决军资难题。娶苏家女子，既能解军资之困，又能借助苏家势力扎根北疆，何乐而不为？只要我能掌控局面，便无后顾之忧。可以，本将军娶你们苏家姑娘。将军当真？你有姐姐或者妹妹吗？妾身有2个妹妹，二妹苏秀是嫡女，孤高清绝，眼高于顶；三妹苏黎是外室所生，乖巧懵懂，年方18，最合将军。那就选你二妹，此事由你操办，我会派王明协助你。这位大将军当真与所有男子都不同，往后只能愈发乖巧听话了。斩书柏破衣褴褛，满身污泥，踉跄走到城门前。终于到，任虾人这个小人，为了抢我在陛下心中的位置，居然派人追杀我。还好我武艺不凡，只是骏马累死，徒步赶路，苦了我数日。等我拿出仙魄弹献给陛下，流言蜚语自会消散，任虾人的诽谤也不值一提。斩书柏使出最后力气走向城门，见大门紧闭，神色坦然，朝着城门楼上呼喊：“来人，给本将开门！云锦城已闭关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你这乞丐，到别处乞讨去！”放肆，是我斩书柏，给本将开门！城墙上士兵瞬间慌乱，有人惊呼，有人慌忙去禀报，场面混乱。是斩书柏，快禀报大人，别让他跑了！本将的威名，他们怎会不怕？只是为何说别让我跑？你们是谁？本将从未见过你们。已去禀报任将军，休想夺城，否则休怪我们不客气。任将军，陛下人，这云锦城是我的，怎么成他的了？陛下交给我的城池，他也敢抢？任虾人，你无耻！这云锦城是我呕心沥血打造的，你竟敢抢走，只为抢我在陛下心中的位置，你不要脸！斩书柏疯狂撞向城门，城门纹丝不动，他退到墙下，歇斯底里大喊：“给我开门！我要找任虾人讨公道！云锦城是我的，必须还给我！我记得你，你是我督察队的人，快去通知督察队来给我开门！”督察队聚众闹事，已被任将军剿灭。我现在是任将军麾下，再胡言乱语，见下无情！督察队没了，任虾人，你竟然赶尽杀绝！杨惠斌，你是本将的对证，快开门！这云锦城是我的。休要乱攀附，我不认得你这乞丐，再敢多言，必当射杀！任虾人，你不要脸，抢我的心血，你自己不会准备礼物吗？还我云锦城！城门吱呀打开，孙祥带领上百骑兵冲出，目光锐利地盯着斩书柏。自投罗网，上次你伤我兄弟，今日我倒要看看你还有几分本事。还我云锦城！任虾人，你这个狗东西，还我云锦城！斩书柏力竭被擒，孙祥抹了把冷汗。好特么能打，都累成这样了，还能伤我将士？还我云锦城！求你还我云锦城！我不能没有的！
战书柏竟敢勾结蛮人，他是死罪，却要连累我们。赤峰军7万精锐，只因不听军命就被屠杀。我们这些人，朝廷怎会宽恕？我上有老下有小，可怎么办？好不容易派来钦差大人，没过2天好日子，难道就要死了吗？任虾仁站在远处，眸光深沉，默默注视着慌乱的士卒。蛮族无赤峰军压制，必来犯境。这7000士卒若奋起反抗，唯有死路一条。跟着我，才有生机。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大将军，战书柏回来了，就他一个人。孙尚将军已经带人将他拿下了。一个人，他仅凭1人，也想夺回云锦城？莫非有伏兵？大白天埋伏伏兵，未免太过愚蠢。这斩书柏到底打的什么算盘？任虾仁带人骑马赶往城门口，看到斩书柏被五花大绑跪坐在地。任虾仁，你无耻！我呕心沥血打造云锦城，只为献给陛下，你竟敢抢走！好，我云锦城，求你还给我好不好？我认输，以后你当陛下的小三，我当小四，再也不和你抢，行不行？我以为他要带人来夺城，结果就这哭哭啼啼，跟个被抢了玩具的孩子一样，恋爱脑简直无可救药。任虾仁，你今天必须还给我，否则我就吊死在城门口，让陛下知道你是小人。我做不成小三，你也休想。武力不错，也勤勉，怎么就成了这般舔狗？简直离谱，确实怕了，好怕怕。这么说，你同意把云锦城还给我？我同意了，同意把你吊起来。孙祥，属下在。满足斩将军的愿望，把他吊到城门上，他若上不去，就帮他一把。咱们做事要零差评。是。士兵们用绳索将斩书柏吊起，斩书柏愤怒怒吼，片刻后便没了声响，城门口恢复平静。数千云集成将士挤满府前大道，陆续有士卒赶来，众人默默跪下，任凭细雨打湿衣衫，无人出声。众人跪拜大半个时辰后，将军府门打开，王明躬身走出。诸位都回去吧，你们所请事关重大，任将军也颇为为难，容他好好斟酌一番。王将军，我等已到生死关头，斩书柏勾结蛮人，却要连累我等。陛下若动杀念，我等数千人皆要死无葬身之地。求您帮我等向钦差大人求情。陛下连7万赤峰军都能斩杀，我等区区7000人，又有通敌嫌疑，怎会有活路？我等不怕死，可妻儿老小该怎么办？求钦差大人救命！求大人为我等指一条明路。任虾仁缓缓走出将军府，满脸悲戚，叹了口气。诸位的心意，本将军已知晓，实不相瞒，我早已为你们上书求情，可始终没有回信。我真的拼尽全力了，奈何我人微言轻，实在无能为力啊！此事只能靠大将军，我还是去帮大将军处理联姻之事吧。做个副将，做好本分就好。王明趁众人不注意，悄悄退下去找苏锦。大将军，我等真的只有一死吗？我不甘心，我曾浴血抗蛮，怎能不明不白死去？任虾仁似被打动，猛地挺直身躯，声音陡然响亮，神色坚定。罢了，大不了一死。当今朝堂奸佞当道，陛下被蒙蔽，斩杀7万赤峰军忠魂，我力劝无果，才被派来云锦城。斩书柏勾结蛮人，拖累你们。我上书10封求情，却全被奸佞拦截。为你们，为大禹，我等一起入京，面呈陛下清君侧。天际惊雷炸响，士卒们先是平静，随即眼中燃起欣喜。零星的清君侧口号逐渐响彻全场，惊天动地。愿随大人清君侧，誓死追随大人，上刀山下火海，在所不辞。苏锦随王明走出，驻足凝视，神色复杂，内心满是恐惧。他不过是演戏，可众人早已被形势裹挟，这7000士卒彻底归他了。此人太过可怕，苏家绝不能得罪。王明将军，再随我去一趟苏府，无论如何，我必让二妹嫁给大将军，就算绑也要绑过去。苏府先前不愿结亲，再去有用吗？有用，苏家绝不敢违背大将军旨意。苏锦领头，王明随行，一行人消失在细雨中。任虾仁下令士卒返回营帐，众人神色安稳，没了往日的惶恐。哟，老张，又来早了。以前你连军令都卡着点来，现在居然早了半个时辰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那能一样吗？以前是给别人干活，现在是给咱们自己干活，能不勤快吗？以前拼命杀敌也升不了职，如今跟着大将军才有盼头。守护云锦城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。说得对，这天下咱们未必不能踏足，就是大将军给咱们起的800军太俗气了点。大将军说这名字有神奇力量，咱们跟着照做就好，只要跟着他，未来就有盼头。斥候纵马疾驰而来，神色慌张，高声禀报。报，城外10里出现朝廷禁军，约2万之众，正朝云锦城疾驰而来。什么？朝廷反应这么快？老子好不容易有了今天，绝不能让他们夺走。
快，立即禀报大将军。报，大将军，城外10里处2万朝廷禁军火速赶来，剑指齐全，兵锋强盛。朝廷来得好快，2万禁军虽是精锐，但云锦城防御坚固，他们未必能攻破。去城墙看看，情况怎么样了？禀大将军，探子频频来报，禁军已到5里之外，尚未进入视线。云锦城3面环山，山下荆棘丘陵遮挡视线。传令下去，召集所有士卒进入警戒状态。是。探子接连来报，禁军距离不断拉近，城墙上士兵个个目眦欲裂，士气高涨。女帝果然要杀我们，豁出去了，就算死也要拉2个垫背了。幸好有任将军护着我们。远处尘土弥漫，一支军队狂飙而来，气势凛然。任虾人定睛观察，神色凝实。是禁军，胸前该是玄鸟图腾，戴玄字头盔，将来就是屠杀赤峰军的人。云锦城易守难攻，他们只能自下而上攻城，兵家大忌，2万禁军不够看。禁军突然停下，在城下安营扎寨。一支20来人的铁骑在金甲青年带领下直奔城门而来。将军，他们怕是来谈判的。云锦城易守难攻，他们不敢贸然攻城。既然来谈判，那就谈，咱们不急。铁骑抵达城门下，跨过护城河，姿态从容又嚣张。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拦我家小公爷，还不速开城门？还要开城门？他们敢直接入城谈判，也太狂妄了吧！禁军在5里外驻扎，就算这20人暴乱，他们也来不及支援。城门稳如泰山，不妨放他们进来看看。开城门，放他们进来。是啊，都随本将军去城门口。本将军倒要看看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想如何谈判。是啊。城门打开，任虾人带人走下城楼，却发现城门口空空如也，方才入城的20多骑不见踪影。人呢？大将军，他们很奇怪，入城后就骑马跑了，好像是要去买礼物送给什么人，现在已经跑远了。跑了，不是来谈判的吗？带着2万禁军气势汹汹而来，居然去买礼物，这女频世界全员都这么离谱吗？报，大将军，那些人去都市了。报，大将军，那些人又去西市了。报，大将军，那些人去琳琅街了，正在逛街，姿态十分闲散。东市西市，再到琳琅街。琳琅街是云锦城最华贵的街道，他们真的是来买东西的。带着2万禁军不打仗去逛街，果然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猜女频人的心思，根本猜不到这领头的到底是谁，这么没脑子。将军，属下听到他们喊领头人梅小公爷，还提到了陆小公爷。小公爷姓陆，必定是辅国公的儿子陆俊。继续监视他们，只要不闹事就暂且不动。本将军倒要看看他们要做什么妖。是啊。小公爷，咱们快些回去吧，耽搁太久，恐遭朝臣弹劾啊！弹劾本侯爷？谁敢不识抬举？小公爷，就算没人弹劾，您在这儿也没意义啊。苏家2小姐已经明确拒绝您了，您乃国公之子，何必执着于一个商户之女？你不懂，这只是苏秀的欲擒故纵，这种戏码本侯爷见多了。但苏秀是我唯一想陪她玩到底的人。可是小公爷，苏小姐真的3番4次让您放弃呀！放弃她，下辈子吧。这辈子苏秀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。陆俊不理会管家，看到一家文房四宝店，眼睛一亮，迈步走入。听闻苏秀喜欢写字画画，本侯爷送她最好的文房四宝。爷，你里边请，我们店里的文房四宝是整个北疆最好的，全是上品，绝不输京都的货色。陆俊随意拿起几件品鉴，微微点头，随后指了几样镇店之宝。这些都不要。爷，这除了这些，剩下的全部包起来，本侯爷全要了。爷，您说真的？这些全部都要？钱不是问题，只要东西好，2小姐喜欢就行。走，下一家。爷，送女子之物不如送贴身衣物，既细心又显关怀。苏府的娘子们都喜欢像里锦月阁的货色。在哪？快带本侯爷去。店老板在前带路，众人很快到了巷中深处的锦月阁。客官可是要选送礼之物，可有好东西，价格不是问题。客官可选择漆器收纳盒或真丝锦带，方便存放贴身之物。少废话，台面上这些我全要了，有最好的。好，客官稍等，我这就安排人打包。客官，小店还有专属大客户的珍品，比如桑蚕丝贴身衣物、珍珠清洁皂，要不要看看？全要，只有这些才配得上苏妹妹的身份。陆俊突然指着锦月经，神色不满，打断女老板：“这东西怎么这么普通？给我全部镶上钻！”客官，这东西不好镶钻啊。
陆俊掏出一叠银票，啪的摔在桌上，神色傲慢。唐人做不到，不代表你们不行。我给苏妹妹的东西必须是最好的，赶紧镶钻。好的，客官，请您在外厅稍等，我们马上处理。火九间，第一次有人要给月世金镶钻，这到底是哪来的冤大头？等送走他们，赶紧歇业，避避风头。无法，为了苏妹妹，我等得起。陆俊一行人走在街上。疯了，真疯了！居然给月世金镶钻，劝都劝不动。但愿苏小姐能生气，赶紧让这祖宗回军营。这苏府规格竟不比京都国公府差，越是这般，本侯爷愈有兴趣。陆俊亮明身份，却被挡在门外。从未有女子敢在本侯爷面前放肆。这胆大包天的模样，本侯爷欣赏。我倒要看看你能拒绝我到什么时候。苏府内传来环佩叮当声，一行人缓缓走出。这般绝色，再见仍惊心动魄，不愧是本侯爷看上的女人。你来做什么？我都说过，对你没兴趣，你可以滚了。很好，女人，你成功引起了本侯爷的注意。这世上没有本侯爷得不到的东西，包括你。你到底来干什么？给苏妹妹送些东西，这些都是最好的，最配你。尤其是这几月金，本侯爷专门等了2个时辰，让人为你镶了钻。我的小公爷，这种私密东西怎么能当众说出来？太骚人了。罢了，看在你一片赤诚的份上，我不与你计较。来人，把东西收下。女人嘴上说不要，心里早就对本侯爷欲罢不能了吧？东西收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欲擒故纵，很好，本侯爷喜欢。哼，你到底走不走？你身为侯爷，不该很忙吗？本侯爷的确忙，但在你这儿有大把时间。你不在京城待着，怎么突然来北疆了？看来你很关心本侯爷。实不相瞒，我此行是为陛下的婚事而来。陛下的婚事？不错，蛮族3皇子在大禹为质时与陛下一见钟情，私定3生。如今陛下欲与他成婚，却遭赤峰军主帅林毅反对。林毅久掌兵权，不听军令，还蛊惑7万赤峰军抵抗。陛下多次宽宥，他却愈发放肆。陛下无奈，只能派我们斩杀7万赤峰军于山河城下。如今事情了结，大军待返，本侯爷便抽空来看你。陛下做得好，林毅安敢阻挠陛下婚事？女人的婚事是第2次投胎，他不把女人的幸福当回事，死了活该。7万赤峰军附和他，死得更活该。那些罪人的家眷都斩尽了吗？尤其是头目家眷，岂能留漏网之鱼？除了少数漏网之鱼，全部问罪了。赤峰军强悍，能全歼已是不易。若本侯爷是禁军统帅，定让他们片甲不留，家眷一个也跑不掉。细作快步离去，褪去武装后，快马奔向将军府邸。大将军，属下探到消息，女帝屠杀7万赤峰军，竟是因为赤峰军主帅林毅反对他与蛮族3皇子成婚。什么？就因为婚事？我这么简直要疯了！这女帝也太离谱了！女帝疯了吧？蛮族与大禹世代为敌，他怎能和蛮人成婚？对得起死去的边军将士和百姓吗？7万忠魂呀！就因为女帝的一桩婚事埋骨山河城，林帅拼死阻止，就是深知蛮人狼子野心呀！太过分了！女帝此举寒了天下将士的心。原来斩书百暗通蛮族3皇子是女帝授意，这3皇子有蛮人和倭人血脉，必是图谋不轨。女帝执意成婚，大禹必遭大祸，天下乱象将至。我现在实力太弱，必须加快发展，扩充兵力，才能抵御风浪。继续监视陆郡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立即来报。是。细作伪装成百姓，继续前往苏府门口监视。小公爷，时辰不早了，大军还在城外等你，请回吧。苏妹妹这般高冷，愈发让本侯爷着迷。京中女子趋之若鹜，唯有你最合我心意。苏府大门打开，苏瑾带着一队士卒卫队走出。大姐，许久不见，你怎么这般素雅？小公爷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来见一见苏妹妹，想与她结亲。小公爷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秀儿，
要嫁给我家将军了。你说什么？她要嫁给谁？自然是任虾仁大将军。秀儿已是大将军的未婚妻，不久便会成婚。我说过了，我不嫁。秀儿，这可轮不到你做主。我说了不嫁就是不嫁，我苏秀这辈子只会嫁给爱情。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，想让我嫁，做他的春秋大梦。二妹这性子，真嫁给任将军，难免闹事。可她若执意不嫁，任将军那边，我根本遮掩不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胆大包天，居然有人敢强迫本侯爷的女人，看来他是活腻歪了。回家，在，给你一盏茶的时间，我要这个守将的全部资料。一盏茶时间，这又不是京城，怎么可能做到？可小公爷的命令又不能违拗。小公爷，云锦城的守将是展书柏。展书柏是何人？原来是他婆罗出身，人穷志短，对陛下一见钟情，却被无视。在京都见了本侯爷，不要退避三舍，如今也敢和我抢女人，可笑！不对，他对陛下言听计从，怎敢背着陛下找女人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云锦城的守将已不是展书柏了，是我家将军任虾仁。任虾仁是谁？管家，一盏茶时间，我要这个人的全部资料。又来，还好任虾仁的事情闹得轰轰烈烈，我略知一二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任国公府的弃子，小小弃子啊，也敢威胁苏妹妹？你去让任虾仁过来见我，跑步过来。这小公爷，你怎么了？脸怎么红了？谁打的你？小公爷，属下前去传信，门都没进去就被清军绑了。属下亮明您的身份，让任虾仁跑不过来，结果被他下令打了10个巴掌，还说属下是条狗，让属下滚。任虾仁，谁给你的胆子啊？敢忤逆本侯爷，还敢动我的人？逆天尚有例外，逆吾绝无生机。姬花，这是发起进攻的信号，是谁放的？大将军，城外2万禁军对我云锦城发起进攻啊！禁军进攻，信号在城内，难道是那个小公爷？他在城内让城外禁军攻城，不是纯找死吗？大将军，是小公爷陆俊放的奇花，他还说逆天尚有例外，逆吾绝无生机。玩霸道总那一套，这女频世界真是离谱到家了。走，随本将去会会这个小公爷。哼，贱骨头一个，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，怪不得被任国公府赶出来。不给你点厉害，你还真当自己是根葱。崩了！任虾仁，你敢？本侯爷是辅国公府嫡子，谁给你的胆子啊？任虾仁，你不过是个弃子，安敢对本侯爷不敬？本侯爷……很好，很好，你成功激怒了本侯爷，我定会让你用云集城满城人的性命偿还。就算你身后有王公贵子，我也照杀不误。放肆！我家小公爷是辅国公府嫡子，等禁军杀进城，定叫你尸骨无存，血流成河。都成案板上的肉了，还敢嚣张？拿2万禁军出事，也不看看云锦城的防御。王明在，他们不服气就打到服气为止。是。王明，你留下看管他们，我去城墙督战。大将军，禁军已到城墙下，带来了浮桥、云梯和冲车，看样子势在必得。走，看看去。他们居然不知道我们已经造反，就因为小公爷不爽，就敢攻打自己国家的城池，这女频世界简直离谱！敢悍然攻城，那就让你们看看能不能伤员几成分毫。孙祥，属下在。去军营调3000人来增援城墙。是。2万禁军攻城，奉大将军令，即刻调派。城防营在。令你们2000人速上城墙，严守防线。是。预备营在。
抽调1000人配合城防营，其余人谨记，随时待命上城。是。辎重营在。备好所有军械器物，一丝一毫不得有缺。是。诸位将士，随我上城，守护云锦城，守住我们的活路。守护云锦城，守住活路。陛下根本不肯放过我们，明明是斩叔柏勾结蛮人，却要将我们斩尽杀绝。拼了，拼了还有活路，不拼今天就得死在这儿。幸好有任将军护着我们，朝廷敢打云锦城，老子死也要拉个垫背的。斩叔柏早把护城河挖宽挖深，还挖了3道，你们这点手段简直可笑！哈哈哈哈！他们的云梯够不着城墙，简直是来当笑料的。大将军，这些禁军不过如此，要不这里交给属下，您回将军府指挥，刀剑无眼，谨防受伤。本将军没事，本将军和兄弟们在一起。赢了，我们赢了！大将军威武！大将军，不好了！又有一支5万多人的禁军正急速向云锦城奔来，转瞬即至。你说什么？5万禁军？是，距云锦城已不远，远处尘土飞扬，正是大军奔来的迹象。5万禁军加上之前的2万，一共7万，我们只有7000多人，能挡得住吗？就因为陆军的霸道，就要派7万禁军攻城，这女频世界太离谱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鱼死网破，死战到底。诸位将士都看清楚了，朝廷根本不把我们的命当回事。7万禁军悍然围攻，这样的朝廷还值得效忠吗？不值得，不值得。朝廷无道，女帝昏聩，但云锦城是我们的家，没了家，我们和家人都没有活路。众将士可愿意和本将军死战不退？死战不退，死战不退，死战不退。孙祥，属下在。调集内营所有将士，连同800军全部上城。这一仗事关生死，即便城破，绝不后退。是，死战不退。战斗持续2个时辰，天色渐暗，双方依旧焦灼。云集城将士也付出不小代价，城下尸骨堆积如山。本将军南征北战多年，从未有人敢负隅顽抗这么久。小子，你是第一个。哼！现在滚下来自缚出城，将我侄儿恭恭敬敬送出来。本将军或许可留你全尸，否则定让你们死无全尸。看轮廓和身形和陆俊有几分像，还喊陆俊侄儿，又是辅国公府的人，这霸总腔调难道还遗传？什么叫没见过负隅顽抗？我们靠地形和实力守城，又不是靠你们赏赐。和这些女贫人交流，简直是对牛弹琴。全体将士全力反攻，把所有守城器械往死里砸。云锦城地势险峻，就算禁军7万精锐，我们7000将士也能打爆他们。云集城将士全力反攻，守城器械倾泻而下，禁军惨叫连连，尸体堆积如山。好大的狗胆，竟敢挑衅本将军！等我打入云锦城，定叫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就算陛下求情，本将军也不买账。废你什么话？有种就打进来！王明呢？把他叫来，再把陆俊也带过来。是。大将军，你找我？陆俊呢？你打服他没有？打服了，大将军。看来是真打服了，这模样够惨。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装了。下次我不让大将军跑步过来，让你走过来就行了。大将军，这小公爷的口病实在改不过来，真是难弄。刀架脖子上还改不了霸总本色，也算个人才。大人，你可认识？二叔，快救我！救我呀！他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官居何职？他是我二叔陆庆，官居卫将军，还兼任前将军，深受陛下器重。难怪这么有威信，卫将军已是武将顶点，还兼任前将军，位高权重。
大胆，竟敢动我侄儿，立即滚下来，自扇耳光，打到本将军满意，否则定斩你们脑袋，不宜久足。还敢威胁我？王明，你来打，往狠里打！放肆，简直放肆，太放肆了！竟敢如此对待我侄儿，你找死！胜了，我们胜了，7000人打赢了7万人。从今天起，这支军队有了军魂，不再是散沙，而是能征善战的将士。把陆俊带回将军府，本将军要好好调教他。是，大将军。将军，任虾人明显反了。云锦城城高墙厚，咱们攻城工具不足，一时难以拿下，不如另想他法。你什么意思？要放弃我侄儿？他是如月的儿子。属下不敢。将军，出什么事啊？赤峰军余孽在南边古洞作乱，已召集20万大军直奔京城而去。将军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咱们不能在此耽搁，得速速回师平叛呢。等我带兵杀到，定要收拾这些叛逆。可俊儿怎么办？绝不能放弃他。你去城下喊话，告诉任虾人，本将军不追究他了，让他放了我侄儿。将军，白天打得尸山血海，这样喊话没用，得给足诚意，拿赎金才行。为了如月，本将军忍了。你去把任虾人叫出来，本将军亲自和他谈，条件他认开。是。今天太急躁了，把所有将士都调上城，没有轮换和预备队，下次绝不能再犯这样的错。大将军，晋军又来讨要小公爷，语气很客气，说可以商量，让咱们开出条件。打服了，开始谈判了，走去看看。彭少守将听着，把我侄儿交出来，条件你认开，我陆姓绝不还价。说得到大方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接受。想放陆俊容易，把你们7万禁军的盔甲、兵器、所有装备都留下。可以。他居然真答应了，这是疯了还是另有图谋？卧槽，我居然要少了！禁军一套装备堪比12万软妹币，7万套就是84亿，他居然直接答应了，这霸总也太豪横了。本将军补充一句，我说的装备包含马匹在内。可以。将军，不可啊！禁军没了装备兵器，就像老虎没了牙齿，咱们还要南下平叛，这般徒步无懈，就是给叛军送人头啊！穿着布衣又如何？在本将军手中，即便赤手空拳的禁军，也能打得叛军哭爹喊娘。本将军心意已决，无需再劝。你要的东西，本将军全给你。现在放了我侄儿。等你把装备全部送来，我再放陆俊。放肆！我任国公府一言九鼎，你竟敢妄猜本将军失信，该死！反正不见装备，人我绝不放。哼，你等着！传令3军立即脱下装备，送到云集城下。云集城外禁军骚动不已，任虾人心头一动，随即放弃趁机袭击的念头。现在没必要歼灭禁军，等天下大乱，我再趁乱而起，图谋天下才是上策。先去会会陆俊。女人敢泼我水，很好，你成功激起了本侯爷的兴趣，这辈子你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再也不敢和将军抢女人了，求你别打我，我扛不住了。本将军有几个问题问你，老实回答便罢，若有虚言，后果自负。我不敢，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除了7万赤峰军，剩下的北疆士卒女帝怎么处理的？陛下旨意和赤峰军交情深的通通绞杀，交情不深的就让他们卸甲归田了。北疆20万大军，除了被杀的，剩下少说10万，全都卸甲归田了。是的，大人，我二叔代陛下传旨，他们都卸甲归田了。女嫔解散大军也太离谱了，10万大军说散就散，北疆迟早要乱。北疆大军散尽，谁来把守？衙役和地方军能抵御蛮族入侵吗？蛮族不会入侵的，陛下已经和蛮族3皇子拓跋祥太定下婚约，还把山河城当作嫁妆送给他了，北疆不用再防守了。陛下还说要让蛮人和虞人亲如一家，天下大同。这女帝疯了吗？山河城是北疆雄关，怎么能送给蛮族？赤峰军被屠，山河城被送，这天下再也不是大禹的天下。
乱世将至，这对我来说正是趁乱崛起的好机会。你二叔要重金属你，我答应了，但我有个额外条件。大人请说啊，我二叔为了我，什么条件都肯答应。陆庆，除了7万套装备，我还有一个条件。放肆，竟敢讨价还价！本将军说一不二，多要1支羽箭都休想。二叔，你答应他呀！你不答应，他要杀我，你怎么和我娘交代？你难道要对不起我娘吗？罢了，最后一个条件，若是过分，休怪本将军不客气。很简单，让禁军让开一条路，再写一道手令，我要派人去山河城接我的兄弟朋友。去山河城干什么？接我的兄弟朋友回来，仅此而已。罢了，答应你。大将军，我等这条命以后就交给你了，愿为你上刀山下火海。孙祥，末将在。此事交给你，速去速回，杀伐果断，不要无谓争执。核心任务就是将800军的家属全部接回来。末将并不辱使命，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必接回众将士家属。得人心者得天下，守住这些将士的心，才能在乱世中站稳脚跟。山河城街头，孙祥站在高处，神色急切，身后跟着1000将士。各位父老乡亲，山河城已被女帝送给蛮族当嫁妆，蛮人很快入城。大家跟我们走，别白白丢了性命。我们与大家交情深厚，绝不会丢下你们。愿意走的，速收拾行李，随我回云锦城。孙祥奉任虾仁之命，率1000人来接800军家属。凭陆庆手令，已顺利聚拢家属。见乡邻们相互照料，便决定一并带走。远处已能看到蛮族先头骑兵，多数乡邻感恩戴德，迅速收拾行李准备出发。大家别慌，陛下要和蛮族3皇子成婚，才送山河城当嫁妆。以后蛮人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舍弃家业亲人，去陌生的云锦城，要走你们走，我绝不走。蛮人凶狠，100年仇恨怎会因一场大婚消解？可大将军叮嘱过，要迅速利索，不做无谓争执。首要任务是接回家属。你不愿走便留下，还有不愿走的，悉听尊便。愿意跟我的，伴住先后启程，过时不候。大将军当初起兵，处境比我严峻100倍，能果断杀仗参将，凝聚人心，果然不是我能比的。能在他手下任职，是我的幸运。约定时间一到，孙祥压下心头愧疚，带领近万人出城。孙将军，不好了，有蛮人追上来了！妈的，还是被发现了。500将士随我断后，其余人继续前进。杀了这些两脚羊，为3皇子大婚庆功！敢从我们的地盘逃跑，统统该死！赤峰军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子民，可蛮人大部队随时会来，再耽搁，所有人都得死。大将军的叮嘱不能忘，所有人加速前进。被冲散的，先别管了。等走，等我心上人，他被冲散了，你们必须留下来等他。队伍不能停，蛮族大部队随时会到，我留下100人沿路搜寻，定会找到他。咱们先出发。不行，你们必须留下，你们不懂爱情，不知道该怎么守护心上人。既然你要等，就留下吧。来人，把他拉开。一个老婆婆拦住孙祥：“你怎么能扔下他？他和你沾亲带故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快停下队伍，把他救回来！你若怜惜他，便和他一起留下。来人，把他也留下。你凭什么骑马？我年纪大了，快下来，让我骑，你走路。”我懂了，我终于理解大将军了，这才是他要的杀伐果断，这才是能护住所有人的方式。所有将士听令，行进途中咱不遵纪律，故意拖延阻拦队伍，一律格杀勿论。是，加快速度，早日抵达云锦城，到那里我们就彻底安全了。孙祥带队离开不到1个时辰，3000蛮族骑兵。这些鱼狗，这次跑得倒快！不能耽搁了，3皇子快到了，再不回去就错过他入城的时刻了。先放这些两脚羊一马，下次再让我碰到，定要将他们碎尸万段，绕转码头回山河城。讲了。是。大人，
您就是三皇子吧？您和女帝的大婚，我们可是盼了好久了。聒噪！把这些聒噪的鱼狗通通杀了！住手吧，不可鲁莽！本王子已与大禹女帝结为百年好合，两国已是一家人，大白天不可对女人动手。是。林毅不愧是一代名将，府中竟如此轻蔑，可惜没能与他正大光明交手，真是害事。赤峰军再强，也已覆灭；山河城再险，也已归我蛮族。大禹的天下，很快就是我们的了。大哥，这镇北大将军的胡意也没什么特别，比本太子的金杖差远了。不过坐着倒也惬意。大王到，痛快，真是痛快！山河城是我们的了，镇北大将军府是我们的了，以后大禹的天下也是我们的了。老三此次立了头功，老大居中调派，功劳也不小，日后父王自会一一赏赐。眼下时机千载难逢，需一鼓作气拿下大禹。你们有何良策？父王，请草原全部起兵，明日直奔京都。北疆已形同虚设，无人能挡，3-5日便可兵锋直抵京都，擒获女帝萧明昭。擒获萧明昭，大禹天下便任由我们拿捏，数百年来的血债也该清算了。大皇子说的对，趁此机会擒获萧明昭，愚人投鼠忌器，任由我们摆布。老三，你觉得呢？不妨，儿臣也觉得大哥的主意甚好。南下擒获萧明昭，乃是一步妙棋，可一举拿下大禹。老大，老三居然也赞同你的计策，看来这是确实该咱们动手。咱们必须这么做。顺利的话，最多10天，女帝萧明昭就能被咱们攥在手里。那萧明昭虽说心思不清，却是倾城容貌，男人见了都抹不开眼。本王子倒要尝尝他的滋味。大王子说的对，那女帝和咱们蛮族女子天差地别，到时候兄弟们能不能排个队？大王子向来慷慨，怎会忘了兄弟们？只要三皇子没意见就行。三皇子怎会不肯？大不了让三皇子先享用，咱们再跟上就是。率军南下擒获萧明昭，确实是妙策，但仍有不少麻烦。大禹立国800年，国力雄厚，京都20万禁军战斗力不弱，咱们10万大军南下，一旦被禁军拖延，大禹秦王之兵尽起，咱们恐难全身而退。20万禁军有什么好怕的？咱们蛮族养兵几十年，当面就能击溃他们。父王，请允我带兵，10日之内必拿下京都，擒回萧明昭。老三，你到底有什么主意？南下太冒险，不如先取北境。萧明昭屠了7万赤峰军，令北境将士卸甲归田。如今北境空虚，拿下北境便可立于不败之地，进可攻京城，退可回草原。要取北境，必先拿下云集城。他与山河城互为犄角，扼守北疆要道。不过我已给萧明昭写信，他能将山河城当作嫁妆送我。一个无足轻重的云集城，相信很快就会送到咱们手上。父王，云集城交给我，不出3日，我定克其诚心记住，将云集城收入我蛮族囊中。此事容我再想想，你二人都各有道理，切勿冲动。大将军，属下已将800军家属全部带回，无一人遗留，另外还带回5000余名山河城子民，已暂时安置妥当。家属安全带回，便无后顾之忧。眼下最要紧的是招兵买马，尽快扩充实力，应对后续变局。大将军，属下返回时回望山河城，夜色中火光冲天，哭声遍野，恐怕蛮人正在屠戮城中百姓。萧明昭刚把山河城当作嫁妆送出去，蛮人就敢动手，可见他对拓跋祥太的信任，荒唐至极。还有别的发现吗？有，属下出城后遭蛮人追杀，但他们并未死追，搜寻不到我岛，便返回了山河城。血侯探查得知，入城的蛮族大军足有10万之众。蛮族总共才15万可战士卒，竟派了10万入驻山河城，这分明是要开战。他们的目标究竟是什么？他们要南下，目标是京都。
如今北境形同虚设，他们的轻骑兵几日便可渡过黄河，兵锋直指京都。南星，那大余危在旦夕，女帝怕是还未反应过来，就会沦为蛮人的阶下囚。这是好事，蛮族南下必乱天下。若他们能掳走女帝，天下无主，咱们便可趁势而起，既不用单篡位恶名，还能有平定蛮寇、收复山河的威望，这可是天大的机会。可若是蛮族不南下，反而来侵吞我大余北境呢？他们要侵吞北境，必先拿下云锦城。只要咱们守住这里，他们不南下也得南下。你下去休息吧，后续有的忙了。是，大将军。士卒兵甲都有眉目，陆靖留下的7万套禁军装备足够用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钱粮不足，唯有争取苏家的支持，才能解决困境。只能从苏秀的婚事入手，传苏锦前来见我。本将军与你二妹苏秀的婚事，你准备的如何了？大将军，二妹已答应婚事，只是她性子孤高，对婚事仍有不满，大概率会多要些彩礼。无妨，多给些便是。本将军给他中品彩礼，只要苏家能全力支持我，这笔买卖做多少次都值。3日后，本将军迎娶苏秀。哇哦！谢大将军恩典，妾身这就回去准备，定不耽误婚事。去吧，莫要出岔子。次日清晨，任虾人在城门立牌招兵，组织训练，忙碌至深夜才返回将军府。副将王明守在门外护卫。一辆豪华实木马车缓缓驶来，雕刻繁复花纹。王明认出是苏家二小姐苏秀的马车，当即上前查看。一个婢女怎敢乘坐你家小姐的马车前来何事？我奉小姐之命而来，坐小姐的马车有何不可？你一个小小副将也敢管我？大将军军务繁忙，没空见你，有什么事赶紧说，没事就速速回去，莫要打扰大将军。好大的架子！我代表的是苏家二小姐，你家大将军就敢如此无礼，还敢让我等着？晋升，莫要叫喊，惊动了大将军，你担待不起，赶紧说正事。我家小姐说了，这些破烂不配进苏府，要娶她必须按她的规矩来。6里切一不可，礼品须备和田玉璧1对，赤金8宝珠钗8对，东珠手串10串，珊瑚树2株。最关键的是，大将军要写保证书，婚后事事听小姐的。若小姐不开心超过3次，便可和离。和离时，大将军的家财兵马须分小姐一半。哦，苏秀倒是好大的口气，他以为他有和本将军谈条件的资格。赶紧去请你们大将军，我还等着拿保证书回去给小姐交差，可没时间在这耽搁。你等着，我去请大将军。王将军稍待片刻。我早有命令，秀儿与大将军的婚事全权交由我和姐儿处理，你竟敢私自待命前来，当我的话是耳旁风？是小姐让我来的，小姐担忧大将军婚后不敬她，是让我来立规矩，给大将军下马威的，都是小姐的意思。糊涂！赶紧把大将军送的彩礼装回去，若有一点破损，我取你性命。回去后降为下等御史，不许再伺候二小姐。是，奴婢遵命。王将军见笑了，府里人不懂事，给您添乱了。这些小事还请您别告知大将军，大将军军务繁忙，莫要打扰他。无妨，若大将军不问，我不多说；若大将军询问，我必如实回禀。多谢王将军高抬贵手，我出城筹措了秀儿的嫁妆，刚赶回，想呈给大将军。若大将军不忙，还请通报一声。你在此等候，我去通报。二叔深夜前来，可有要事？方才门外的声响没惊扰到你吧？说来惭愧，是我那二侄女不懂事，私下派婢女胡闹，我回去定好好教训她，不让大将军忧虑。这是秀儿的嫁妆，大将军请看，若有不足，我再补充。白银200万两，粮食5万担，还有战马、矿产，刚好够士卒3个月的用度。苏红倒是算得周全。这200万两白银分2处筹措，粮食明日可到，药材、战马、矿产也会在大婚前置办妥当，都是苏家的心意。每月80万两，还有各类物资，二叔倒是有心了。这是苏家北疆产业4成利润，另外苏家跨境茶叶生意，我愿拿3成给大将军。其他商铺缴纳1成税金，
等大将军与秀儿成婚后，族人们定会全力支持。苏红野心不小，也有诚意。只要能掌控苏家，给他们皇商身份又何妨？本就是为了苏家的财力支撑。二叔辛苦了，这3份嫁妆我照单全收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若我有成，定不会忘了二叔的功劳。多谢大将军。秀儿自小娇生惯养，脾气急躁，若婚后有冲撞，还望大将军海涵。无妨，只要他不过分，我不会计较。二叔放心，静等大婚即可。谢大将军。夜色渐深，不叨扰大将军公务，我先告退。放肆！我吩咐过你，不许私下干涉婚事，你竟敢不听！二叔，小桃是我的婢女，你怎能不经过我同意就处置她？秀儿，眼下天下大乱，苏家存亡全系于你一身，你切不可胡闹。大将军年轻有为，你嫁过去，只要收收性子，日后必能成为皇后，母仪天下。可区皇后哪有我的爱情重要？女人还是要靠自己，我必须去争，绝不能任人摆布。小桃，小桃，二小姐，小桃被老爷关起来了。哼，我亲自去放她出来。你头上的金钗就说被任下人偷走了，记住，一句都不能说错。是，小姐，奴婢记住了。金钗是被大将军偷走的。拿我的名帖去邀请任虾人，说我请他小婿，务必来，现在就去。小姐，老爷关上了大门，不允许我出去。哼，明日再去，若有人阻拦，就说去请大将军小婿，消息定会传到他耳中。老爷，二小姐让小桃去请大将军过府小婿，说想和大将军彻夜长谈，化解误会，还安排伙房准备大将军爱吃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快去请大将军，通知伙房，把千路金、驼峰、黑熊掌都取出来，务必做好。府内全部打扫干净，下人穿戴整齐，不可有丝毫差错。老爷，族人们快到了，去黑岩城统筹的事不能再拖了，否则族人们会不满的。无妨，等见过大将军，我再快马赶过去，哪怕不吃不睡，累死几匹马，也比不上大将军来府之事重要。下人回报任下人答应前来，苏红更加兴奋。再去禀告大将军，就说苏府时刻恭敬等候，让他莫要着急。苏秀相请，看在苏红的诚意和苏家的物资份上，这个面子必须给，正好也去看看苏府的实力。王明，在，随本将军去苏府一趟。是。说起来，这还是本将军第一次去苏府，听说苏府是云锦城最大的府邸，倒要好好瞧瞧。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宫里来人了。焦明昭终究还是知道了夺云几城反朝廷，这事本就瞒不住，只是他派人来做什么？谈判还是问罪？人到哪里了？已到城门口，是皇宫仪仗队，马车朱红色，顶部有凤首图样，和当初骗开城门的马车很像。谁来传信？甲兵开道，马车上坐着一个老太监，把他们请到将军府来，本将军倒要看看女帝想玩什么花样。大胆！本公公奉陛下之命传旨，你任下人竟敢不设香案，不出营，还端坐不动，你眼中还有陛下，还有朝廷吗？孙祥上前一步，抬手扇了王公公一巴掌。放肆！眼前是大将军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如此说话？信不信老子再阉你一遍？任下人，你果真反了！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，少废话。临行前，任国公塞给本公公一封信，让交给你这个儿子任下人，你接着。任国公，这便宜老爹倒是还记得我，当初把前身弃如敝履，现在我反了，倒来装模作样斥责我。任下人展开信件，看了一眼便合上，随即撕毁。任下人，你竟敢撕毁你父亲的信，你就不怕连累任国公府满门抄斩吗？再敢对大将军不敬，我现在就把你从城墙上扔下去。王公公吓得脸色惨白，不敢再说话，从随从手中拿过圣旨，颤抖着展开。在朕诸多替身中，朕最不看好便是你，但朕没想到你爱朕至深至诚，为吸引朕的注意，不惜反叛，杀了朕数百，朕深为之感动，这是朕心有所属。蛮族三皇子拓跋祥太与朕情深似海，朕已将山河城送他做嫁妆，他亦主意云几城，朕已答应。为了朕的爱情，逼你速速率兵退出云几城，自刎归天，朕会永远记得你。
焦明昭果然荒唐，拓跋强太想要云继承，看来蛮族不想南下，而是要屠谋北疆，倒是小看他们了。可云继承不是他们能染指的。王公公收起圣旨，面露得意，示意小太监端上毒酒。大将军接旨吧，陛下赐你毒酒，速速自刎，莫要辜负陛下的心意。这枚酒色泽艳丽，香味浓厚，不如请公公先饮，也算本将军犒劳远道而来的客人。任下人，你大胆！这是陛下赐给你的毒酒，你戕害天使，会连累任国公府诛三族的。公公深得女帝心意，自在他的恩典下，他定会记着你。这份殊荣，还是公公自己享受吧。孙祥用力将毒酒灌入王公公口中，王公公呛得满脸通红，眼神恐惧，随即歇斯底里大喊：任下人，你舌如天使，罪当诛九族，任国公府必积产不留。焦明昭出身卑微，窃取大位，坑杀赤峰军，祸乱天下。我任国公府为天下效命，岂能听他摆布？今日我便立誓，必攻入京城，诛杀焦明昭，还天下朗朗乾坤。好，任国公府早有图谋，当诛十族，诛十族。孙祥，把这狗太监带出去，吊在城墙上祭旗，不许勒脖子，让焦明昭看看我的决心。是。等等，他的随从任你处置，但要留下一个，让他看清王公的惨状，找机会回京城报信。大将军，你弟会信吗？信不信都是他的心病，况且任国公府本就容不下我，留个眼线报信，反而能断了我的掣肘。属下懂了。走吧，去苏府。是。大将军，我家小姐已等候多时，请随我进府一叙。苏红倒是会来事，刻意制造我和苏秀独处的机会，有他打理苏家产业，我倒是能省不少心。大将军，苏家在云锦城地位不凡，连斩叔柏都要退避三舍，可见其势力雄厚。看得出来。虾人走进主厅，看到苏秀面带笑意，恭敬等候，容貌美艳动人。大将军光临寒舍，苏秀不胜荣幸，餐食已备好，请大将军入座。好。苏红得知消息，在书房焦灼踱步，听到下人汇报后，兴奋不已。好，秀儿终于懂事了。这样一来，大将军定会对她好感大增，以后何止是皇后，更是宠妃啊！老爷，您还要去黑岩城统筹事务，再耽误下去，族人们会不满的。怕什么？大不了多带几匹马，累死几匹不算什么，伺候好大将军才是最重要的。小桃突然哭着跑进来，手指着任虾人：“小姐，是他，就是他偷了我的金钗。”小桃突然哭喊着指控，任虾人一愣，随即眼中闪过戏谑。原来苏秀相邀是鸿门宴，倒是有意思，本就没对他抱期待，正好看看他耍什么花样。胡说八道！谁偷你的破金钗？大将军根本没见过你，休要诬赖！就是你们大将军偷的，就是他，还不承认吗？王明怒火更盛，这要再可耻，被任虾人挥手阻止。小姐，你要为奴婢做主啊！奴婢自幼跟随你，怎敢污蔑你未来夫君？就是任虾人，见我金钗贵重，心生不轨偷了去，你一定要为奴婢做主。任虾人，我真没想到，你堂堂大将军居然如此品行不端，一只小小金钗也图谋，可见你品行极差。我嫁你后，怎敢放心让你掌家掌兵？鉴于你的表现，成婚之前我必须和你定好规矩。其一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许碰我；其二，家里家外大小事全由我掌管，我会给你零用钱。其三，你笑什么？莫非觉得我说的不对？还是你比我更懂管家？不是还有规矩吗？继续说。其三，你要向小桃郑重道歉，她是我的人，对她不敬就是对我不敬。其四，上次让你签的保证书，今天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什么保证书？就是上次小桃来闹事，苏红赶来那次，他要你签的保证书。任虾人恍然大悟，苏秀递过保证书，任虾人打开一看，忍不住大笑。你到底笑什么？王明，属下在。本将军的亲兵何在？将军亲兵何在？任虾人，你要做什么？把这两人拖出去砍了。不要杀我，我错了。大将军没偷我的金钗，是二小姐让我陷害你的，都是她的主意。亲兵一刀斩杀小桃，头颅落地，鲜血溅到苏秀脸上，苏秀吓得闭眼晕倒。放肆，太放肆了！怎敢在我苏府随意开杀戒，还敢动我宝贝孙女？你真当老身提不动刀了？大将军，这是苏家名义上的掌权人秦老夫人。苏老太太，老身姓秦，你可尊称老身为秦老夫人。老身不惯夫姓，这婚事我从一开始就不同意，都是苏红那逆子非要和你结亲，你杀我苏府人，还敢动秀儿，老身还没死，岂容你放肆？来人，将他拿下，
私刑伺候。苏家奴仆婢女冲上前，清兵挥刀斩杀，瞬间尸横遍野。你不能杀我，我苏家是云集城商户之首，你杀了我，苏家、云集城商户都不会容你。把这老东西吊在城墙上，让云集城所有商户过来观看，不到1个时辰不准离开。大将军，那苏秀呢？一起吊起来，让云集城商户看清楚。是，大将军。大将军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抓了我娘亲和侄女？是不是他们冲撞了你？求你高抬贵手，苏府愿意倾尽全力相助你。怎么，苏红，你也要向本将军讨个公道？大将军，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。为什么明明好好的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刚才发生了什么事？大将军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？老爷，是二小姐的婢女小桃说大将军偷窃了她的金钗，小人听得清清楚楚。偷金钗，疯了，都是疯了！大将军就算偷盗成性，也是窃国之贼，怎会看得上一只金钗？是苏秀，一定是苏秀的主意。我娘亲呢？我娘亲怎么了？齐老夫人说大将军放肆，要对大将军动私刑，还要保大将军。大将军一怒之下就……二叔，你莫急，事情或许还有挽回的余地。大将军没有当众处刑主母和姐姐，说明他没有赶尽杀绝。我们想些办法，说不定还有机会。大将军没立即杀娘亲和秀儿，还有操作的余地。以前苏府再大的事，我都能摆平。这次只要拼尽全力，未必不能挽回。二叔，要不先派人打探一下二姐和祖母的消息吧，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。对，赶紧派几个人去打探。记住，别吝啬银子，只要能查到消息，花多少都无所谓。老爷、老太太和二小姐的消息查到了，他们被吊在城门口呢。士兵正挨家通知商户去参观，不去就砍头，还得看够1个时辰。杀鸡儆猴，我们苏府居然成了那只用来儆猴的鸡，何其可悲！我娘亲怎么样了？老爷，我去的时候老太太还在折腾，回来时已经不动了。秀儿呢？秀儿怎么样了？二小姐相反，我去时她昏迷不醒，回来时已经开始折腾了，还有生机。走，去城门口看看。李儿，你也跟我一起去。这不是苏家秦老夫人吗？怎么被吊在这儿了？旁边那是苏秀吧？她不是要和大将军成婚了吗？怎么也被吊在这？听说苏府要大将军给一半兵马当聘礼，这是自寻死路。咱们要是不听大将军的，会不会也是这个下场？二叔，救我！我疼，我好疼啊！快救我！二叔，快救救二姐姐吧，她快撑不住了。我拿什么救？咱们苏府的仆役加起来也打不过大将军一个披甲士兵，这是他自作自受，活该。二叔，要不咱们去找叶凡哥哥帮忙吧，他对二姐姐情根深重，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，说不定还有转机。叶凡，他是谁？二叔忘了，他曾经和你定下过3年之约啊。当年他上门提亲被拒，就说3年后要来讨公道。哦，原来是他，他现在混出个人样了，还能和大将军掰手腕。离儿不知道他现在做什么，但二姐姐总说叶凡哥哥天生不凡，就算他捅破天，叶凡哥哥也能补上。你二姐那个脑子正常一点，也不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。你还信他？是怕苏家垮得不够快吗？二叔，要不我替二姐姐嫁给大将军吧？为了救二姐姐，为了苏家，我愿意试一试。苏黎是庶女，虽养在嫡母房内，可终究比不上嫡女，族人们未必肯全力支持。但眼下我没得选了。什么身份卑微？你也是苏府嫡养的女儿，只要你肯，苏府必按嫡女规格，风风光光送你嫁入将军府。二叔，我肯。都怪二叔，当初若让你嫁，苏家也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。咱们先回去从长计议。李儿，你嫁给大将军是真心的吗？可有丝毫不满？二叔，我是真心的。若大将军不嫌弃，我嫁过去后必日夜照拂他，不让他为后房之事分心。若你嫁过去，要什么聘礼？成婚之后，大将军惹你不开心，你会如何？离儿不敢奢求聘礼，只要大将军肯用1顶轿子接我，我就心满意足。大将军军务繁忙，我怎敢因私事烦他？若我惹他不快，必负荆请罪。
若你婢女金钗丢了，还出现在大将军手中，你会怀疑是他偷的吗？二叔说笑了，大将军位高权重，坐拥云集城，怎会偷一只小小的金钗？这是折辱大将军啊！李儿，你敢对着你小娘的牌位发誓，践行你说的话吗？尼尔达，若苏黎有幸嫁于大将军，必换洗衣衫，整理战甲，温酒后他归营，府中所事打理清晰，凯旋备庆宫宴，困顿半左右，出征守家院。若为此事，天打雷劈。好，你且在府中休憩，二叔这就去将军府求见大将军，必让你风风光光嫁过去。君爷，小人乃苏府苏弘，特来求见大将军，烦请通报一声。大将军公务繁忙，没空见你，速退开。君爷，那烦请通报王明副将，小人有要事相商，关乎苏府捐钱之事。王明将军，是我苏弘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想找大将军商量苏府捐钱之事。你是谁？本将不认识。云锦城商户都在城门口捐钱，你去排队列事，本将没职权给你开后门。我苏府曾是北疆第一商户，如今却连见大将军一面都难，还要和普通商户一起排队，何其屈辱！可苏府不能倒，我必须忍。罢了，排队就排队，交钱就交钱，只要能保住苏府，这点苦算什么？蛮族随时可能南下，只有大将军能护我们周全。他只计不抢，还给契约，我们自然愿意捐钱。好一个恩威并施！大将军拿苏府杀鸡儆猴，又拿契约拉拢商户，手段太高明，我们苏府真是错过了天大的机会。你插什么队？回去排队。兄弟，我是苏府的。苏府？那个诬陷大将军的苏府？少废话，赶紧排队。大人，我愿意捐献白银10万元。下一个，我们不强迫商户借钱，若你愿意，会写一式3份契约，日后大将军会给予补偿。你怎么发呆？不愿意就离开，我们不勉强。愿意，小人愿意，小人愿意借200万两白银给将军府。你真愿意借这么多？报上姓名，过来签字。大人，小人苏弘，还有一事相求，小人有个儿子，想去军中历练，恳请大人通报大将军应允。行，我会禀报大将军，你回去等消息即可。谢谢大人。若当初选离儿嫁大将军，何至于有今日之乱？还好有离儿，苏府还有希望。离儿，事情不急，别累着自己，有什么事让婢女去做就好。二叔，不碍事的，离儿已经习惯了，不累。二叔这就给你派20个婢女，再给你置办一份丰厚的嫁妆，绝对按嫡女规格来，不让你受委屈。二叔，太贵重了，我只是……没有指示，你以后就是苏府的嫡女，苏府的门面，这些都是你应得的。这些旧物没用了，扔了吧。不要。那玉佩上好像是个凡字，难道是离儿生母希望他平凡度日？以前真是太亏欠他了。姐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事情你都知道了吧？我刚去城门口看过了，祖母她已经没了，二妹晕了好几次，却还没真正认错。逆子真是无可救药。大将军得知你捐了200万两白银，派我回来。二叔，你应该知道他的深意。我知道，我有办法挽回局面，全靠你三妹离儿，她愿意真心嫁给大将军，还在她生母牌位前立了誓。那就好，若早知如此，当初就该让三妹嫁，也不会有这场祸事了。对了，二妹到现在还念叨着叶凡哥哥会救她，简直痴心妄想。叶凡，那个和我定下3年之约的叶凡，糟了，离儿那块玉佩上就是个凡字，真是要疯了，怎么又出这种事？走，现在就去问离儿。大姐来了，
听说你要嫁给大将军，紧张吗？大姐，你来了，有一点紧张，但大姐说大将军人很好，我就不怎么怕了。那就好。对了，二叔说差点弄丢你的玉佩，很是懊恼，还让工匠去给你打造新的，能让大姐看看吗？没什么好看的，就是我捡来的小东西，不值得大姐过眼。咦，委屈你了，家里和二妹的性命全靠你了。你嫁给大将军后，一定要好好服侍他。大姐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服侍大将军。生是将军府的人，死是将军府的鬼，一定不让苏府蒙羞。可你二妹还在盼着叶凡救她，二叔说叶凡就是个破落小子，根本护不了她。大姐，你错了，叶凡哥哥很好的。二姐姐说他志比天高，以后一定会高头大马回来迎娶她，他肯定能照顾好二姐姐的。哦，这样好的男子配你才合适。不，离儿蒲柳之姿，又是庶女，配不上叶凡哥哥。二姐姐才是他的良人，叶凡哥哥还让我给二姐姐传过信，说会娶她。只要叶凡哥哥能和二姐姐在一起，叶凡哥哥幸福，离儿就幸福了。之前离儿是家中庶女，没办法替二姐姐，现在离儿可以替二姐姐出嫁了，离儿很开心。三妹怎么会这样？不过和叶凡接触过1-2次，竟痴心到甘愿替姐姐出嫁，成全她和二妹。苏家的家风怎么到他们这儿就变了？门外的苏红彻底懵了，眉头紧锁，神色烦躁。太乱了！大将军要娶苏秀，苏秀恋叶凡，苏黎竟也痴心叶凡，还想嫁大将军成全他们，这比礼仗还乱，要逼疯我！苏黎，你给我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二叔。别叫我二叔，我没有你这个侄女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？你心里是不是一直有叶凡那个混账东西？二叔，叶凡哥哥不是混账东西。那就是说是了。好的很。我且问你，大将军要娶你二姐，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不乐意，只是没法阻止？你是觉得你二姐和叶凡是什么真心相爱，想成全他们，还是说你只想成全那个叶凡，所以你才甘心情愿嫁大将军，既能救你二姐，还能让他和叶凡在一起？你从始至终都只想让叶凡幸福，对不对？我自问没亏待你们姐妹俩，你们就真忍心让苏府毁于一旦，让全族9族尽毁吗？二叔，不会的，苏府会好的。我嫁过去后一定恪守本分，伏低做小，绝不惹大将军不开心，绝不会影响苏府。那若有朝一日叶凡求你背着大将军帮忙，你帮还是不帮？大姐，二叔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大将军发现的。只要我嫁给大将军，你他妈的可算了吧！还嫁，再嫁，苏家全族都得去见祖宗。二叔，你莫急，幸好事情没对大将军提起，还有挽回余地。可苏府已做下折辱大将军的事，你二妹那般胡闹，咱们苏府哪里还有活路？大将军重实力，有底线，若真想灭府，苏府早没了。他留着咱们，莫非是想要钱粮？咱们全力支持，总能消弭他的怒火。怎么回事？将士出动了，是来灭门的吗？二叔，不好了，有人把二妹从城门楼下救走了。什么？有人？大将军会不会以为是咱们苏府干的？完了，这下真完了。二叔，你别急，我听将士们喊，要抓的人是叶凡，应该是他救的，和咱们没关系。叶凡和咱们关系更大了，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苏里，是不是你给叶凡通风报信，让他就走你二姐的？叶凡哥哥犹如神人，何须我传信？定然是他未卜先知。不是苏黎就好，可大将军不会信啊！必须表忠心，赶紧去帮着抓叶凡，才能证明清白。召集所有家丁婢女，能动的都抄家伙，去替大将军捉贼，一定要逮住叶凡那小子，不许拿刀剑，只拿木棍扫把。孙祥将军，我苏府熟悉云集城地形，带了家丁来帮忙捉贼，定能将叶凡那小子逮住。来人，送苏老爷回府，派兵护住苏府，免得贼盗伤了苏老爷。看你的样子，你就是任虾人吧？这是咱们第一次见面，我不怕你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现在我不如你，假以时日，我必让世间男欢女爱，无门第，无贫贱，无强迫。我心爱的人和心爱我的人必定在一起。我和你定下3年之约，3年后咱们再见。给我搜，绝对不能让他跑了。画匠绘制画像，贴满大街小巷，高额悬赏捉拿叶凡。秀儿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我来救你了。叶凡哥哥，你真的来了。我没事，只要你肯娶我，我什么都不要，以后家里大小事都听你的。
秀儿，你这么好的人，却遭这般劫难，你二叔苏红当真是奇蠢如猪，明明有无数办法，他偏选最差的。叶凡哥哥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二叔和大姐说人下人手握重兵，我们苏府只能妥协。自然有。第一种，号召云锦城商户百姓联合，忍下人只有几千人，苏府极为慎重，收买人心比他强10000倍。第二种，贿赂军官，他们以前不过是游击将军，月俸才2两银子，苏府富可敌国，一人给几百两，他们必为苏府效命。第三种，派刺客刺杀人虾人，苏府有钱，能招悍勇之人，刺杀他易如反掌，云锦城便无人能挡。第四种，你二叔口舌不凡，凭他的雄辩，定能让任虾人折服，奉为座上宾。叶凡哥哥说的对，二叔怎么就想不到这些办法呢？放心，秀儿，有我在，以后不会再让你受委屈。等3年之期一到，我必高头大马，带着厚礼，风风光光娶你。